热闹起来。首先要上场的这位呢，就是知名的拆二代啊。大家也知道，这几年他和智胜，合作再创业，最终创造了一段有趣的商业笑话。掌声欢迎开花俱乐部的主理人小块儿。大家好，我是小快啊。去年开了个俱乐部，开花脱口秀，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是什么？主理人。资本家啊。现在每个月都能盈利，负12万。很快我就会成为资本家里的少数群体。怎么讲？无产资本家啊！其实一开始没想到会赔这么多钱，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有个合伙人叫徐志胜嘛。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以他的名气加上我的能力。这不是笑点，你们怎么可能赔钱呢？后来徐志胜也非常意外，说：“哥，没想到你的能力还超过了我的名气啊！”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赔钱，因为每场演出我们都能有200多个观众，在一个1200人的剧场里啊，那演员在后台看了一眼观众席，说：“哥，这演出一看就是你办的，因为观众啊都坐得一小块一小块的。”说不行，你改个名吧。我说那就改名叫大块。第2场演出他妈空了一大块。后来我转变思路，换了一个200人的剧场。哎，这回好了，能卖40张票了。徐志胜还问我票卖的怎么样，我说售票比例是有所提升的。他说那能赚钱了吧？我说这看你怎么算，这个月赔了10万，但是上个月赔了12万，理论上是赚了2万的。他说还能这么算？我还得给他解释，就是赚钱呀和速度一样，它都是相对的。他说可是你赔钱的速度是绝对的快啊。我说小快小快啊。我也问过很多朋友，我们俱乐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有的说我不会宣传，有的说我不会运营，有的说你们这些拆二代就不该创业。终于有一个人说徐志胜也有问题。我说你给我展开讲讲啊。他说徐志胜不会找合伙人。你就一个人说我有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这么多人说我有问题，那一定是他们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他们也没当过老板啊。我其实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老板一样，实行一些真正有效赚钱的方法。加班、降薪、裁员，分分钟就能见效。为什么我不这么办呢？爷们儿要脸。咱是一北京孩子，干什么得对得起自己啊。所以后来我请教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老板，长沙校门的韦大爷。我跟他说我想赚钱还想要脸怎么办？他说你放心。第2天他特意从长沙飞到了深圳，给我带着解决方案啊。从岳麓山给我请了一只貔貅。我当时心里非常复杂，你说他不靠谱吧？人大老远从长沙把这个20多斤的貔貅背过来交到我的手上，你说他靠谱吧？办公室摆那个财神心里怎么想啊？哦，赖我是吗？赖我。我跟伟大说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不就是空降了一个相同岗位的员工吗？他说这叫引入竞争机制，刺激团队潜力。我说怪不得他能赚钱呢，用科学管理神学呀。当时还觉得非常有道理啊，赶紧就买了金蝉招财猫和发财树。
全都摆在我那办公桌上。我们办公室现在每天神仙打架呀，弄得我都没有地儿办公了，只能在过道办公。我们同事从那儿一过，哟，还是个霸道总裁啊！后来一个深圳本地的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翻身搞这些封建迷信没用，你得拿着你的营业执照、公章和身份证去深圳地铁5号线有一个翻身站啊，你到那儿下车就能翻身了。我说封建迷信没用，得搞基建迷信是吧？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劲啊，因为你们想一下啊，我就算到那儿下车以后真的翻身了，回来我得去对面坐车，那不又翻回来了吗？我大老远跑那儿玩鬼打墙去了啊！哥们儿说你自从赔钱以后啊，格局变得小多了，你打车回来不就完了吗？那个月又多赔了100多块钱车钱啊，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在那儿一下车就看见徐志胜和呼兰的广告，问我需不需要资金周转啊。这不是问对人了吗？啊，我一看就知道，还能周转，还能周转啊！其实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俱乐部开得这么失败，就是这个社会啊，对成功的评判标准过于单一了，掩盖了很多人性的光辉啊！我跟你们讲，我也就是看今天大家也都是一些有识之士，我真诚的跟你们分享出来，就这个创业呀。你不要只拿投资的角度去看待，你拿消费的角度去看待，就知道我有多么的耀眼了啊！去年1年，我消费了8份五险一金，请了109位演员，做了209场演出，请客吃饭365桌，飞机高铁396趟，酒店住宿406晚，才花了100多万，我带动了5个行业呀！这哪是赔钱啊？这不是在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一个微观的调控吗？啊！而且咱们说实话，100多万，有钱人也就是买一辆跑车，对不对？取悦一下自己。我买的可是一辆拉动国民经济的马车呀！啊！好，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这只有形的手吗？多少个演出结束的夜里，我坐在剧场，想到自己的大局观。就开一瓶国民白酒老村长庆祝一下，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咱一个北京孩子，首先得对得起自己。我开心了，马车上的你们就更开心了。而且我也知道啊，说实话，要说赚钱，我在脱口秀这个圈里真的排不上号。但是你要说花钱，他们加一块儿也赶不上我呀！我跟你们讲，好多脱口秀演员现在还在努力赚钱，想买房成立一个小家。我已经把房卖了去建设国家了啊！而且我也知道，这个社会上其实对我们这种拆二代创业有很深的刻板印象，觉得我们眼高手低，人傻钱多。说我们不劳而获的财富都会通过努力付诸东流。我跟你们讲，狭隘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个社会上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多创业，这个钱它才能流动到各行各业，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你知道吗？有点被我的格局吓到了啊。别人是白手起家，我们属于起家就白手，你知道吗？而且记住啊，千万不要鼓吹那些精英创业，什么清华、北大、哥伦比亚的啊，那帮人创业对咱们有什么好啊？你们仔细想想，什么 PUA、996、自愿加班、降本增效，不全是这帮人研究出来的吗？我是不可能研究出来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当年高考就是被末位淘汰的啊。怎么说呢？就哥们儿淋过雨啊。我跟你讲，普通人你是算计不过这帮精英的。这个时候，你再看看我啊，一番运筹帷幄，徐志胜去开花演出，480的票，180我全给卖完了。
自己都没有发现啊，还是观众给我发私信我才知道的。快哥大气，徐志胜来还打3折啊！我说也不是我大气，感谢国家吧，我提前享受了100万补贴啊。所以说记住了啊，以后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网络上，碰见我们这种拆2代创业，千万不要挖苦讽刺，就是鼓励支持。没事就应该给送一面锦旗，锦旗上面就是4个大字：利国利民。可以鼓掌，可以鼓掌啊！我跟你们讲，我这篇稿子有多好笑，我真的不敢说啊，但是我就敢说，这是你们今天看的所有稿子里面含金量最高的一篇稿子啊！我仔细算了一下，一个字儿是500，我最后呢再讲4000块钱的，谢谢大家，我是小快。小快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怎么想着又回来说了？这不是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身入局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对。然后也是因为上一季徐志胜在这个舞台说了你们合作的事儿。哎，我这一季也有一个想达成的事，就是他说的很多事儿吧。怎么样呢？他加工的有点太过了，他这属于深加工的脱口秀了。啊，您这是澄清脱口秀啊？对，我这是原汁原味啊，原汁原味啊。这个红灯太不要脸了！哎，想过在悉尼开这些店吗？我前一阵去悉尼演了一回，那个售票情况，我感觉就不太能开。还行啊，然后悉尼可能发财，恭喜你发财。然后就为了我，没想到居然有人捧我这破包包，谢谢小花，谢谢，终于有人捧我包包，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我觉得这是他最有意思也表现非常好的一次，就是的确是有特别那种感触很深的生活经验之后，他就能够历练出特别好的段子。但是我会有一些意见，我其实很赞同在某一个场合可以讲这个场合的内部梗，但次数有点多的话，我就可以稍微删减一下，因为你有删减的量。我认为你在最后结束前差不多在30秒或者1分钟之前能够结束的话，就是在一个特别高光的时刻，后面却有一点点抻了，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抻。非常中肯，非常中肯，感谢您，感谢您。我觉得作品的角度非常好看，然后表演的也怎么说呢，真的很放松，然后整个感觉是很愉悦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操心业务太多吧，作品上可能投入的也不够，所以整体就是一个挺好玩，然后也止于挺好玩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您知道发展到这一步，我现在送给小块的祝福都不是祝他能够顺利晋级，祝开花俱乐部2025年扭亏为盈。好，谢谢，再次感谢小块的表演。马上要和小块 PK 的这位朋友，今年大家看到了他的演技哈，一个行侠仗义、漏洞百出的一个很抽象的大侠，掌声欢迎徐志胜。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胜。先聊聊小块太不要脸了，还在那儿我买了一辆拉动经济的马车，那谁在当马呢？还在那儿他一个字500，我才明白我在里边占了个250呀。哎呀，雪上加霜的就是今年又被演艺圈给退回来了。本来还想着拿金鸡奖呢，结果就拿了个脱口秀继续讲。真的，我现在回来讲脱口秀，就特别有一种你上着大学，被人喊回来说来高考，
知道吗？真的就本来就不咋会了，再看到同学就都绝望了，因为全是复读生呀。去年的状元又来了。但讲脱口秀还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它特别让我有配得感，否则我现在很难接受自己已经是森马的男装品牌代言人了。就你知道，我跟时尚真的没什么关系，我穿什么衣服主要就靠闻一下，没味儿穿。有时候穿衣风格大胆一点，有点味儿也可以穿。我管我的这种穿衣风格叫小香风。就时尚，你别说穿了，现在听都听不懂了。怎么现在时尚又多出来这么多种颜色？什么多巴胺，什么马卡龙，什么美拉德，这都啥呀？以前多好，以前颜色就7种，就7种，我都有2种认不出来。而且这个美拉德谁能想到是一种颜色？我一开始听到我以为是国际形势了，我说美国又拉着德国干什么了？但时尚有时候也太大胆了，太大胆了。有一次我去拍一个杂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身西服，没给我准备衬衣。他们让我真空上阵啊！我当时我都急了，我说这种衣服是给人家那些双开门准备的，我这个防盗门你展示啥呀？对吧？人家其他人穿的衣服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线条，我的线全连成面了。我穿上展示我的面条。但是真的，他们很鼓励我说，时尚就要突破，就要大胆。我进去把衣服换出来，我发现我是突破了，时尚没防住我，但我确实把真空的效果穿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窒息了，就服装师都开始跟我道歉了。说志胜老师真不好意思，实在没想到穿出来会是这个效果。本来这个衣服是风度翩翩，但偏偏是你。你知道当时他们跟我说是一种什么效果吗？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受到了骚扰。所以大家知道当初品牌来找我的时候，我有多珍惜这个机会。我没事就在家里练他们的 slogan， 我说穿什么都是什么。我在那还用我山东话在那穿什么都是什么。当时是让我代言一个羽绒服，刚开始他们跟我说希望能用我的内在去展示这个羽绒服的内在。我说这咋展示呀？去了之后发现很简单，直接让我扮演了一个羽绒，就把我全身上下都贴上那种羽毛，然后就露一个脸，你知道吗？我当时看着自己毛茸茸的自己，我说我这是代言了个毛呀。那么当时那个照片贴的满大街都是呀。真的，就虽然只有一个羽绒的照片，但大家看一眼就知道我在给啥做宣传。因为是谁看到那个照片都会说句这羽绒服了。而且他们只挂我的照片也就算了，他们还请了张新成和陈都灵。就是你可以请3个代言人，但你能不能不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如果真的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能不能让我穿上你们品牌的衣服？但后来他们让我穿上了那个衣服，把我做成了人形立牌放在了店门口，也很尴尬，因为其他人的人形立牌放在门口，你认识不认识大概就知道他应该是代言人。
就我的人情立牌放在那个门口，不认识的人就会很奇怪，把他的照片放这里干什么？他偷店里衣服了啊？所以我最后我就想说，其实穿衣服也好，时尚也好，大家就开心就好了，开心就好了。现在大家也不用着急去追时尚、赶潮流了，因为时尚的后腿已经被我拖住了。所以大家现在穿什么都是时尚，谢谢大家。制胜的锁票倒计时。来，掌声再次送给制胜。制胜这次回来和上一季相比，压力状态有变化吗？小多了，小多了。我这次可开心了，无论是准备稿子呀、去看放班，还是在这里演，都非常非常享受和开心。然后因为去年自己给了自己很多杂念，今年就是纯粹的来讲脱口秀，开心玩。智胜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脱口秀演员之一，这毫无疑问。放到整个娱乐圈也是。然后我特别佩服他，就是以他今天走红的程度，其实完全可以坐在这里。哎，那没有，那没有。因为我们4个也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从这意义上，无论是他的职业经验还是走红的程度，坐在这儿完全没问题，必须的，完全可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还能回到这儿跟选手们一起完全参加从第一场开始的这么一个整季的比赛，这个请接受我大大的一个敬意啊！没有，非常感动。这件事儿对中国脱口秀的贡献不输于你们俩通过赔钱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贡献，所以我是特别喜欢智胜。但是，去年的时候他压力很大，因为你记得你表现欠佳的时候，我在这儿说了一些，对，怀疑你没有认真创作，因为你忙。但是对别人告诉我，其实你还是像打比赛一样非常认真在准备，甚至很焦虑，甚至头发掉的更多了之类的。今年你说你回来就是玩，然后就是想高高兴兴放下心理包袱，就开开心心的从第一场开始比到哪轮算哪轮，这种心态我特别喜欢，为你感到高兴。对，但是你确实不可能像他们全职做脱口秀演员这样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创作，这个我100%理解。所以我没排灯，我相信你也是理解的。我能理解，能理解。对，因为我们今天我觉得你这个表现和给大家带来的快乐，3灯完全没有问题。谢谢罗老师。我是见过智胜特别崩溃、特别焦虑的那个样子啊，在不同的阶段，所以我能够知道他这次回来就那个轻松是能够看出来的。然后我有一个疑问哈，你穿西装真空的那个照片在哪可以看到？哇，就已经都被我销毁了。摄影师没拍，因为穿出来之后，大家就是赶紧再穿上。我特别喜欢智胜，是因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没有被名和利改变的一个人，这点我觉得特别难得，因为我见过太多了。是啊，谢谢鲁豫老师。刚才智胜说他那个代言各种东西，我每回来上海，大家知道那个廊桥里头一出来就有那个资金周转的那个，我也是这次看到了，一进来就感觉有一种特别亲切，就是感觉到上海的诱惑呀。左边是呼兰说哟，到智胜那哇，然后是因为智胜乐得特开，你知道吧？对。然后我觉得特别替智胜，就是即使你好像就是说，因为有在各种地儿，然后发光发热，其实脱口秀一直是我觉得你能代表很多脱口秀的这个意思。对。智胜今天的段子挺好笑的，尤其是上一次我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哎，主持人这么不好笑吗？我其实能感受他在那个台上其实没有那么自如和从容，而且他其实是还蛮紧张的，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回到主场，然后对，非常有这个光芒，对，宝贵的松弛感。来，再次感谢智胜给我们带来的表演，谢谢。小块，请回到舞台。票团给出来的30，小块和徐志胜得到的票数是。徐志胜249票，小块220票。
我在补贴开花，我这是。首先祝贺徐志胜进入到晋级区，谢谢。小块儿需要在等待区继续等待，他们的恩怨可能并没有结束，希望在以后的舞台上能够继续听到他们更多恩怨的故事。